俗话说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高。那不管在任何行业的话，大家对于新生力量都是非常关注的。那在机床行业呢，也有这样一位后起之秀，他就是阿帕斯。那阿帕斯在这一届 CMT 期间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展示呢？我们也有请到了阿帕斯的总经理罗总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。罗总您好。好，你好。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我是阿帕斯数控机床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。那么下面由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这次 CMT 2023带来的什么样的产品。那么站在我们背后的这台机器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跑得非常快那么整个移动负载是超过5吨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么这个5吨的负载以1G 的加速度60米的快移速度在这里来回奔跑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你看不到它的加速过程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加速时间只有40多毫秒，而我们人眨一次眼接近50毫秒，所以说在你眨眼之间，它已经把速度加到了60米。这在我们实际加工中非常有意义，就是当我们有更大的加速度和更大的加速度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在做一些曲面以及拐弯这些复杂行腔的时候，就有更高的加速效率。那么与此同时，这台机也有非常高的精度。那么它的精度是多少呢？作为一台大型龙门5轴，它做出来的 S 键式样，它的实际切削精度与小型摇篮机没有区别。我们公司内部标准是正负3丝，也就正负0.03 mm， 而国标是正负0.06 mm。所以说我们公司的全系列5轴机床的 S 件的国标都比国标标准快1倍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台机。这台机呢，看起来相对比较平凡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们在这台机上，我们将看到我们直线电机的切削能力。我们很多人认为用了直线电机以后，机床不能干重活，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机床能不能干重活。第一个动作是切宽65，切深3.5，电阻轴最高转速24000转。大家可以看到铁屑横飞，但是切完之后，它的表面质量，你看大家都是反光的，这个材料是45号钢，那么切出来的表面粗糙度在1微米左右，已经达到了精切削的标准。我们第二个动作是39 mm 的 U 转转孔，俗称暴力转，大家可以看看有多暴力。好，前面这2道是冷菜，我们现在开始上大菜。太厉害了！这才是下面的动作，才是直驱电机、直驱机床的真正的优势所在。由于在展会现场，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天的演示，现在机器的水平已经发生了微小的变化，所以说听起来的声音还稍微大一点。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固定机床，即使做这么重的切削，它的声音也是非常小的，很安静。大家可以看到铁屑快速的飞出。确实给了大家一个改观。对，大家都认为直线电机不能切削。下广告。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，重切削和超高速切削。我们还有一个微米级切削，因为在现场
这个不符合条件，但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是可以做的。我们一次只切1微米，而且我们等一下切完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么重的切削，在中间留了一个0.5 mm 厚的薄片。那对这个精度的要求真的是对精度，控制的要求对，你不能有过冲，你有过冲，那就。稳定性要足够好，对吧？对。这种动作如果是施杠来做的话，即便它能做，施杠的寿命影响非常大，很容易就磨损了。罗总，其实刚刚您也说到，咱们的电机其实咱们的那个机床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所有的咱们这些传动装置算是对都没有了，对都没有了，换成了直线电机。对。那它带来的改变优势，您具体再说一下。首先，我们都知道四伏电机，四伏电机在数控机床中的作用是什么？数控电机在四伏机床的作用就是出力的。咱们过去是手摇机床，那现在用四伏电机了，那就，对吧？由电机来出力。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出力不仅仅要出得足够，还得在该出的时候出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该出的时候没出上不行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家你看，我们可以用手摸，我们这个刚才这样高速动态洗的，我们这个边儿一点毛刺都没有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在我们切削的过程中没有挤压，完全是切削。那么刚才主持人也问我，那么优势是什么？我们就说，直线电机的优势就是，或者说直驱机床的优势就是，把电机的力量以最短的时间、更短的时间出到刀尖上。我们也这样呢带来的就是说，我们认为3项有矛盾的重切削、1微米切削、超高速切削，大家听起来它是互相矛盾的，但是在这台机器上同时实现了。说白了，我们用专业术语就叫做高动态响应。那么说，刚才我用通俗的话说，就是我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力出到刀尖上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说直驱将引领数控科技呢？因为直驱，我们通过从理论到实践，都已经证明了，直驱机床在与传统机床对比中，它是全方位的优势。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看到缺点，只有一个缺点，成本稍微高一点。但是如果把它的效率抵上去以后，它其实仍然是更高性价比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虽然成本增加了，但是整体的一个性价比的提升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成本增加50%，效率增加100%。我们的机床初加工，相比传统力家，初加工3倍，精加工2倍。那这个效率的提升确实非常可观。我们可以讲这是一场革命，这必将是一场革命。那其实我们还知道，就是阿帕斯虽然说是一个后起之秀，但是我们其实是直接对标国际一流的机床厂商的，他们的设备的从精度啊、稳定性啊这些然后除了我们直线电机这一个核心技术之外，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实力啊，或者我们的底气呢？直驱真正的问题，直线电机实际上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，但是呢，把直驱用在直线电机以及 DT 电机应用在机床上，这个时间呢有30年，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大规模推广应用，这里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那么随着这些年其他配套技术的提升，比如说光安尺分辨率，以及电机响应性自身的提高，以及我们的这个设计仿真技术的提高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国际领先品牌在 W1 馆也有，也不是只有我们一家，在 W1、E2都有相应的直驱产品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去外国的展会，那基本上就是直线电机已经开始占比已经开始接近一半了。那么所以说呢，那么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？这肯定大家都很关心。我们做了什么工作？我不是把电机放在机床上就行吗？不是这样的。
直线电机放在数控机床上，那么数控机床它就相当于一个大的异形电机，所以说呢，需要更高刚性的床身来匹配。所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设计出更高刚性这样的床身，同时呢，这个刚性提升了，质量还不能提升，因为刚性提升了，质量提升了，那这个它仍然达不到高效的标准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设计的难点。那么我们阿巴斯有60多人的研发团队，虽然我们刚刚开始，但是我们有60多人研发团队，有4位博士，20多位这个硕士研究生，而且都是毕业于双一流大学，那么我们也有非常好的文化基础，在我们公司是典型的工程师文化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求是、勤奋、创新。那么对我们阿巴斯的员工的 DNA 的要求，首先第一条，坚毅诚实的政治品质。那么我们要求最多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和态度，以及追求卓越的精神。所以欢迎我们这个广大的朋友到我们展馆 W4-B11展台上来参观指导，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公司，我们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示范区临港新片区，那里也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尖端的地方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